几个糖衣毒药，嗅到了芯片带来好生活的同时，一定会让我的自由意志受到侵害。我不知道我该何去何从，我只知道我不能留下。我就这样往世界的反方向一直走，一直走。我很冷，很累，很孤独。但每当我想起那些额上有印记的人，想起他们确实在慢慢变异，我就会咬紧牙关，凭我最后的意志前行。没有定向，孤身前行，直到我精疲力尽。只是为了能在末世里苟活，不用承受着被逼迫，只为摆脱饥饿与寒冷，才想植入那张末世的通行证。当时我不知道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直到我终于被救了，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差点就要永恒的失去最珍贵的。
睡了多久，但我还不断在重复着同一个噩梦。在那个我熟悉的世界中，人们每天都拜伏在雕像面前，等待着进入雕像，等待接受那个芯片。那芯片是个买卖系统，烙印在你的额头或右手。凡没有印记的都不得做买卖，但凡受了印记的，将永远不得自由。如今，我的噩梦终于醒了。他们全都没有接受芯片，都满怀信心，要忍耐到底。我决定加入他们，一起生活在地下水道。我告别了过去，重新开始。关于末世的预言，一个个都在实现。但我已经找到盼望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过程。我已经逐渐痊愈，虽然偶尔过去的阴霾还会来袭。我不禁会想，如果当时没有悬崖勒马呢？我庆幸我的噩梦已经醒了，但那些还在做噩梦的人呢？我仿佛终于听见了呼召。见过光，就应该把光反射出去。I am warrior。站起来！
我才发现，这个结局无关我的使命完成了多少，而是我透过那被刺穿的手，见证了多少。这是我的结局。